结婚8年，老公终于决定带我和女儿旅行。没想到半夜女儿高烧，老公不在酒店，还不接电话。我急忙带女儿先去医院，却看到了消失的老公正温柔地照顾着白月光母子。原来他坚持要来这个城市旅游，是为了她。而从前那些他称自己去做义工行善事的日子，也全是奉献给了他们母子。当我揭开真相，他却冷言反驳：我不过是心疼他们母子无依无靠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你就不能体谅一下他们吗？可他所谓的体谅，就是把女儿的入学资格让给白月光子。我冷笑：我偏要为难，不过我要为难的是你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半夜的时候，女儿瑶瑶突然发烧了。白天的时候，我带着女儿去海边玩水，估计是那时候没注意被风吹了。可当我打开灯，准备叫老公陆明朝一起带着女儿上医院时，却发现他竟然不在身边。这么晚了，他去做什么？我给他打了几个电话，那边都传来冰冷的无人接听的电子音，但女儿烧得小脸通红。我来不及等她，火速穿好衣服，抱着女儿冲下楼。车钥匙在我的包里，她没有把车开走，要不然这个点根本打不到车。我开着车带着女儿去往最近的医院，在儿科挂了急诊，一直到天蒙蒙亮，她才退烧。瑶瑶还在输液，细声细气地跟我说饿了，我只好让她先躺在病床上，我去给她买早餐。我匆匆往外走去，却不由自主在儿科门诊处停下了脚步。我抬眼看去，原本应该陪在我们母女身边的陆明朝，此时怀里正抱着一个小男孩，温柔地哄他吃东西。陆明朝眼里的宠溺都快溢出来了。诊室叫号的声音响起，他抱着男孩走了进去，但那男孩似乎不愿意，抱着他的脖子一边哭一边喊爸爸。他旁边还站着一个女人，和他一起安抚着孩子。这女人我认识，我老公的白月光沈秀安。我脑子里嗡的一下，一片空白。我知道陆明朝平时喜欢小孩，只要不上班，就会去做义工带孩子。他从结婚第2年开始，风雨无阻。起初我还支持他，觉得这是在做好事。可是在我们女儿出生之后，他对女儿的关心却没有我想象中的热烈。他还是持续在外带那些孩子，大多数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带着女儿。我曾经忍无可忍和他提过，让他多管管家里，他却说这是在舍小家为大家，还要倒打一耙说我心中无大爱。时至今日，我才恍然大悟，他恐怕并不是在做义工。我忽然想起来，旅行之前，我们原本挑选了5、6个地方，但是无论如何，陆明朝都要来 C 城。即使是这段时间 C 城是雨季，他还用来这里听雨也是重乐趣为借口。我知道他喜欢看海，当时只觉得他是想来 C 城看海，便同意了。没想到是因为他的白月光在 C 城。我深呼吸了2下，考虑到女儿还饿着肚子，决定先去把面条买来。我照顾着女儿吃下早餐，女儿又昏昏沉沉睡了过去。我看着点滴里液体还在多，于是决定再下楼看一眼，万一是我的错觉呢？我此刻还在心里抱着一丝希冀，直到下了楼，隔着窗户看见陆明朝和沈秀安在带着孩子在医院的花园里玩滑梯，3人欢声笑语，在清晨的阳光中和谐又美满。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一家人。我掏出手机，再一次拨打了陆明朝的电话。这一次他走远了2步，接听了起来。你在哪儿？昨晚女儿发烧了，你不在酒店？我问道。我在做义工，
不是路上就跟你说过了吗？ C 市的滨海孤儿院，我很早就想来看看了。他语气有些急促地说道。有半夜去做义工的？我反问他。从这个角度可以清楚地看见陆明朝脸上闪过了一丝慌乱。随后他说：我晚上睡不着，去看海了，怕打扰你们两个睡觉，就没跟你们说。我沉默了。他说谎真的脸不红心不跳，看起来熟练极了。曾经不知道骗了我多少次。那现在瑶瑶好点了吗？赶紧送医院吧，我这里一时半会儿也走不开。他敷衍地说着，看见远处的小男孩向他跑来，又赶紧说道：没事就挂了，我这儿忙着呢。他还没挂电话，小男孩已经扑进了他的怀里。从听筒里传来了他喊陆明朝爸爸的声音。沈秀安朝他缓缓走来，他的目光仿佛从没离开过两人身上。沈秀安笑得十分温柔，他的声音也从电话里传来：怎么了？你不准备回来吗？我趁他还没挂电话之前赶紧问道。他皱了皱眉，声音压低了几分：别太过分，我正忙着，怎么可能说走就走？我自嘲地笑了。我为了支持他做义工，家里大小事全是我来料理，就连他的父母这几年也都是我在照顾。但显然我的付出在他那里不值一提，仿佛就是我一个人在唱独角戏。陆明朝，这7年你真的都只是在做义工？我颤抖着声音从医院大楼里走了出来。你在怀疑我？他带着不满拔高了语气，可话音刚落，他和我四目相对。他慌乱地挂了电话，朝我走来，离沈秀安有一段距离，才低声质问：你跟踪我？跟踪你？我不是跟你说了瑶瑶发烧了吗？我冷笑了2声，放下手机。难道我要像你一样放任自己的女儿发烧不管，跑来陪你的初恋？他突然脸色一沉，眼中没有丝毫悔意。我只不过帮秀安带孩子，你就这么怀疑我？我已经错过秀安很多年了，如今再见面，我帮忙带孩子都不行，更何况我已经和你结婚了，也给了你优渥的生活，你还要怎么样？陆明朝的每一句都让我的心更冷几分。沈秀安是陆明朝的初恋，也是他忘不掉的白月光。当年沈秀安在他最落魄的时候出国，时隔1年遇见了我。他和我说，他渴望的是长久的陪伴，不是激情四射的爱情。我信了，于是我开始追求他。我告诉他我父母双亡，我和他一样，只求一个安稳的家。直到现在我才知道，我只是他适合结婚的人选罢了。他的内心里始终藏着沈秀安的身影。我没想到一个人居然能跟自己不爱的人生活8年，还生下了孩子。这一刻我只觉得自己很可笑。那天我们不欢而散，等女儿稍微好一些，我便带着女儿直接回了家。我和陆明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冷战。3天后，陆明朝才回了家。回家之后，依然和我形同陌路，甚至住进了客房。客房里放着他还在做摄影时用的相机。我曾经尊重他，几乎不会去动他的东西，也就从未翻看过他的相册，看过他的相机。但自从那天之后，我难以再信任他。某天趁着他出门，我偷偷拿到了他的相册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相册里最近一张照片就是在 C 市拍的，那个小孩子作为照片的主角，而沈秀安露出了半个剪影。再往前翻，甚至有这个孩子完整的成长记录。我曾经问过他，为什么不给我和女儿拍照？他用他只拍风景照来搪塞我。直到现在，真相残忍地摆在了我的面前。他不是不拍人像，只是不拍不爱的人罢了。这一张张照片都让我的心在滴血。我查看了那本相册第1张照片的时间，算了算，
这个男孩比我女儿大了1岁，那就说得通了。女儿瑶瑶是我们结婚2年后出生的，而沈秀安是我们结婚1年后回的国。陆明朝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一直在做义工，我8年的付出都为了狗。他的相机里还有其他没有冲洗出来的照片，那些照片大多数都是沈秀安被出轨的女人都会侦探上身。我从照片背景里整理出每一张拍摄的地点，随后点开账单进行排查。果不其然，照片的地点和时间与陆明朝每次说出差、说做义工的地点时间都吻合了。可我暂时不能直接做出选择，因为我还要考虑女儿需不要这个爸爸。我把女儿暂时送去闺蜜家，拜托她帮我照看2天。家里情况太混乱了，我不想让孩子受到伤害。之后冷战还在持续，最终不可避免地闹到了他父母面前。小希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们都结婚8年了，怎么还这么不信任明朝？说出去都怕人笑话。公公吃得满嘴流油，一边往下咽东西，一边伸手对我指指点点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公公跟你结婚前就是个艺术家，哪个摄影师没点故事啊？你说是吧？只要他心里还有这个家就行了。这么多年都没跟你吵过架，你这会儿跟他搞冷战，他心里得多难受啊！依我看，还是明朝太宠你了。你多找点事做，就没空想那些了。我搁下筷子，冷笑了一声。我多找点事儿做，我做的还不够多吗？您现在嘴里吃的是我做的，家里大大小小的家务，哪样不是我做的？依我看，是你儿子闲着没事儿干，该找点事做了。我一字一顿地说。公公瞬间被激怒了，猛地把碗筷甩在桌上，脸涨得通红，瞪着我。我儿子怎么会娶了你这么个不知好歹的媳妇？婆婆赶紧拉住她的衣袖，不停使眼色，但公公毫不理会，直接转身出门了。我看着面前的2人，对这段婚姻更加心寒了。小希，你公公就这臭脾气，他就是看你和明朝最近不对付，心里急，才口不择言的。你别往心里去。婆婆在我面前做和事佬，言语中却透露着欲言又止。我叹了口气，您想说什么就直说吧。婆婆才拍拍我的手说，瑶瑶一转眼也该上小学了。我听楼下李婶家的小子都已经接到入学通知了，你也要对瑶瑶的事上点心。我点点头。之前为了让瑶瑶上国际小学，我拿出了所有的积蓄，和陆明朝一起在国际小学附近买了套学区房，就为了图个小学名额。算算时间，差不多也快开学了。这几天跟陆明朝闹矛盾，差点把这件事忘了。现在婆婆提起来，我确实该去跟进一下。然后接下来我却接到了校方的通知，说瑶瑶的入学申请没通过，原因是那学区房的名额是其他人的。我心里一咯噔，房子交首付那天我正好有事，是让陆明朝一个人去办的。我赶紧回家，翻开房产证，上面果然写着一个名字，沈学峰。这名字并不完全陌生，我在陆明朝的相册里见过，是那个小男孩的名字。我气得头脑发热，立刻给陆明朝打电话，但无人接听。冷静了2秒后，我想起陆明朝的 iPad 和手机有共享定位，我一看，竟然就在学区房里。我二话不说，直奔过去。那边门没关严实，在门口我听见了他们的对话。秀安，等我回去把钥匙找出来给你，你就带着孩子在这边先住下吧。陆明朝体贴地说。我拳头都硬了。陆明朝一直跟我说房子在装修，我之前信任他，就从来没有插手过。明朝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把小峰迁到你的户口上，
我还正愁怎么给他转学呢。小峰也是我的儿子，我肯定要给我儿子最好的教育资源嘛。随后，沈秀安笑了起来。我从门缝里看见陆明朝弯腰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。小峰是他儿子，瑶瑶呢？瑶瑶难道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吗？他做人怎么能这么狠？我火冒三丈，忍无可忍，一脚踹开了房门。在两人诧异的目光中，我满腔怒火地闯进了屋里。陆明朝，为了你的白月光，你居然把女儿上学的名额让出去，你还是人吗？陆明朝急忙起身，仿佛担心我会对沈秀安不利，坚决挡在他面前。他有些慌乱地说：“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你先回去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家再说。”回家再说，我冷笑回应。事已至此，你还想说什么？说你如何把沈学峰加到我们的户口本上，说你如何把瑶瑶的入学名额拱手让人，就算是，又能怎样？陆明朝的语气里没有半点悔意。你还是不是人？瑶瑶是你的合法亲生女儿，你把女儿的入学名额还回来，那又怎样？陆明朝毫不让步。小峰也是我的儿子，他已经知道他马上就能转学了，每天高高兴兴等着入学，我怎么可能在这个节骨眼反悔？陆明朝心虚地移开了眼神，又补充道：“再说，家里的人都宠着瑶瑶，让她在家多待1年，和家人多相处也挺好。”我瞪圆了眼，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。沈学峰盼着上学，瑶瑶难道就不想吗？这时，沈秀安上前拍拍我的肩，试图安慰我：“芳姐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不好受，但现在事情已经成为定局。你要是实在生气，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别拿孩子出气，好不好？我可以给你道歉。”他表现出一副通情达理的样子，脸上挂着温婉的微笑。相比之下，显得我十分小肚鸡肠，斤斤计较。沈秀安和陆明朝是大学同学，毕业后沈秀安就做了老师，和每个人讲话总像是在哄小孩子。我可不吃这一套，我冷静地看着他说：“沈秀安，收起你的茶味。沈学峰再怎么样都只是陆明朝的私生子。”这句话显然刺痛了沈秀安。芳姐，说话别这么难听，我们俩谁先谁后还不一定呢。我忍无可忍，抬手想给沈秀安一巴掌，却被陆明朝拦了下来。秀安一向温和，你少在这里无理取闹。说完，他不管不顾把我拽了出去。婆婆和公公看见我和陆明朝拉扯着进门，脸色都不大好。公公眼睛一瞪，立刻又开始说教，光天化日拉拉扯扯的，像什么样子？你们以为你们还小吗？20-30岁的人一点不知道稳重。陆明朝冷哼了一声，他跟踪我去找沈秀安闹了一通。公公立刻露出了不悦的表情：“小希，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吗？都说要家和万事兴，你总这么吵，我们家福气都要被你吵没了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少来道德绑架我！你儿子说在外面做义工，做了8年，其实都是在照顾沈秀安的儿子。看来你们是都知道。”公公犹豫了片刻，说道：“是的，你既然猜到了，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。我们2口子都清楚，而且觉得这没什么问题。明朝已经对你很负责了，即便是沈秀安怀孕了，但她答应跟你结婚，不也娶了你吗？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瞒着你，还不是怕你像现在这样大惊小怪的？小希呀，人家沈秀安也没来要求你离婚，你就当没这回事不就行了？”公公的话一句句像寒风刮过心头，让我心凉透顶。原来一直被蒙蔽的只有我一个人，他们嘴上说着和我是一家人，可真到陆明朝犯了错，
他们又一边倒地支持陆明朝去了。我父母双亡，在这个世上已经没有亲人了，所以他们认定我不会离婚，只能忍气吞声，给陆明朝当一辈子保姆。我要是再闹下去，就成了蛮不讲理的恶人了。这就是我付出8年的收获。我把公公婆婆当作亲生父母一样孝敬，而我换来的是这样的下场。我闭了闭眼睛，沉声说：那么瑶瑶上学的名额被沈秀安的儿子占了，这也是你们共同的决定吗？什么？婆婆惊呼一声，有些难以置信地看向了陆明朝。婆婆平时很疼爱瑶瑶，但我不知道她会不会坚定地站在瑶瑶这边。他们一家人，我谁也不敢再相信了。陆明朝轻轻咳了一声，侧过头，低声嘟哝：换了就换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让瑶瑶在家多陪你们1年，不也挺好的吗？就不能让2个孩子一起上学吗？婆婆不死心地问道。陆明朝不耐烦地说：现在说这些没用了，名额定了就不能改了。你们与其怪我，不如赶紧找找有没有其他小学能接收瑶瑶。公公和婆婆睁圆了眼，有些不知所措地看向我。这件事上任凭谁说，他们都是理亏的。明朝，你问问学校能不能让2个孩子一起上学？瑶瑶也是你的女儿啊。陆明朝却甩开婆婆的手，房产证上没写瑶瑶的名字。这下公公婆婆傻眼了，他们跟我没什么感情，可以不帮我，但不会不帮瑶瑶。毕竟瑶瑶是他们看着长大的，虽然沈学峰也是他们的亲孙子，但总归没有长期带在身边的孩子亲。婆婆还在念叨，陆明朝已经不耐烦了，好好的一个家，现在乱成了一锅粥，够了！陆明朝大喊一声，公公婆婆顿时噤了声。他转过身指着我质问道：你故意把这件事说出来，不就是想挑拨我和爸妈的关系吗？好端端的家让你弄得乌烟瘴气，你满意了吧？我苦笑了一下，轻轻摇头。我挑拨你和爸妈的关系对我有什么好处？陆明朝，我现在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我要离婚。这话一出，客厅顿时安静下来。不仅是陆明朝，连公公和婆婆都难以置信地望向我。我冷静地拉开抽屉，取出一份离婚协议，递到了陆明朝面前。这是我把女儿送去给闺蜜之后，回来的路上准备好的。原本打算，如果陆明朝能给我个合理的解释，或是好好地道个歉，我或许能为了让瑶瑶有个完整的家，当作没有发生过。但他一次又一次对我的伤害，让我狠心做出决定。比起有这么个人品恶劣的父亲，还是没有要好得多。我有信心一个人能带好女儿，对他们陆家，我仁至义尽了。陆明朝看着我，似乎十分愤怒。方雨熙，当初是你追求我的，你居然敢跟我提离婚？我疲倦地说，反正你爱的也不是我，不如离婚，签了吧。你休想！他猛地夺过那离婚协议，用力撕成了碎片。随后他转身走进客房，重重地关上了门。公公叹了口气，在客厅来回踱步，眉头都拧在了一起。方雨熙，家里已经够乱了，你这是又唱哪出啊？你们也老大不小了，离婚之后瑶瑶怎么办？怎么做事这么冲动？我摇摇头，认真地回答他：爸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瑶瑶。这也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。我不认为瑶瑶有一个这样的父亲，能对她的成长产生正面影响。公公被我的话噎得一愣，开始强词夺理。瑶瑶还小，她能懂什么？再说了，没有爸爸以后上学被同学笑话怎么办？婆婆也在旁劝解：小希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瑶瑶上学问题，
孩子不能没书读啊！我长叹一声。瑶瑶上学的问题，我肯定会想办法。但是我认为瑶瑶有这样的爸爸才是个笑话。公公顿时怒了：明朝怎么会是笑话？要是你不跟瑶瑶说，她又怎么会知道？我气笑了，懒得再跟他们拉扯下去，转身回了房间，任由他们在外面怒火中烧。这些年，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，从未有过一句抱怨。但这一次，我真的倦了。晚上，我在房间里看书，陆明朝抬着一杯热牛奶走了进来。他看到我在看西方哲学，没忍住笑了一下。你还在看西方哲学？看得懂吗？这可是要深度思考的东西。陆明朝在我面前总是带着优越感，他把当初我追他这件事作为了他高我一等的资本。在他眼里，我仿佛只是个没读过书、没出过国的井底之蛙。可明明我也是名牌大学毕业，只是为了这个家才辞职做家庭主妇。我合上书，把它放到床头柜上，抬头淡淡地问他：找我有事？陆明朝把牛奶放到我的书旁，在床边坐了下来，喝了再睡，有助安眠。见我无动于衷，只是很平静地看着他，他又继续说：雨熙，我们都结婚8年了，风风雨雨都经历过了，现在离婚是不是太冲动了？我知道沈秀安的事，我对不起你，可是结婚前我就已经告诉过你，他对我的意义非比寻常。你既然知道，还坚持和我结婚，现在又来介意什么？你要还是不高兴，我以后少跟他来往行吗？但是小峰读书的事已经成定局了，瑶瑶读书，我们只能再想办法。说着，他的手轻轻搭在了我的手背上。雨熙，别再闹了行吗？结婚8年，认识他10年，我第一次听到他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。如果是以前，这样的场景肯定能让我激动不已，并毫不犹豫地原谅他。但现在我心里毫无波澜，因为我知道他不愿意离婚的原因。他现在所在的那家公司是一对夫妻，白手起家，相互扶持，共同打拼到现在才有了今天的成绩，所以他们十分在乎员工的家庭问题。陆明朝正值上升期，如果被公司发现他因为出轨养私生子和原配离婚，肯定会带来不小的麻烦。我把手抽了回来，目光坚定地望向陆明朝。客厅抽屉里有离婚协议的备份，尽早签字吧。陆明朝怔怔望着我，一脸怒意。话说到这份上，你还是坚持要离？我点点头，是的，如果你不愿协议离婚，我就只好走起诉离婚的途径。你是希望我闹到你公司去吗？陆明朝一愣，这算是拿捏到了他的死穴。他一向以艺术家自居，原先还在做摄影师的时候积累了不少粉丝。他害怕他做这些事被公司发现，被他的粉丝发现，害怕他清高艺术家的身份被婚姻毁掉。可明明这些都是他自己一手酿成的。他猛然起身，恼羞成怒地看着我，你竟然威胁我，逼我跟你离婚，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。好，你要离就离，离婚之后我看你一个人怎么过。说完，他冲出房间，重重地关上了门。陆明朝被我威胁之后，害怕我真的把他做的烂事都捅出来，于是在办理离婚的时候，乖乖让出了瑶瑶的抚养权，也把当初我买学区房那笔钱还了回来。结婚那天，闺蜜许珊带着孩子来接我，看见陆明朝，直接白了他一眼，开着车扬长而去。恭喜你脱离苦海了，许珊说道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离婚礼物。一边说着，一边从副驾驶上把一个文件递给了我。打开一看，里面是另一所国际学校的入学名额，上面写着瑶瑶的名字。我十分感激地看向许珊，
她从我学生时期就一直在帮我。当初我要嫁给陆明朝，她坚决反对。中间有一段时间，我们还因为这事儿冷战。现在看来，许山都是对的，他是旁观者，看得比我这个当事人清楚得多。我在那所学校附近租了房，还没和瑶瑶清静2天，突然接到了婆婆的电话：“小希，明朝说沈秀安那边帮瑶瑶找了点关系，说可能可以帮瑶瑶争取到学校名额。你晚上要来一起吃饭吗？”我拒绝了婆婆的邀请。他们一家怎么就不想想，如果沈秀安真有那能耐，当初又何必大费周折去占用瑶瑶的入学名额？还好许山已经帮瑶瑶弄到了助学名额，要是真等陆明朝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在许山的帮助下，短短2周时间，我们已经把家里和学校那边都打理好了，还和邻居混了个脸熟。邻居家的狗狗生小狗，特意送了瑶瑶一只小奶狗，瑶瑶开心的不行。以前在家里，陆明朝对动物毛过敏，瑶瑶就连动物园都没机会去。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小狗，每天都把小狗照顾得很好。而我也决定重返职场。一天晚上，刷着公公婆婆的朋友圈，得知了陆明朝与沈秀安成婚的消息。公公兴奋地在朋友圈炫耀，儿子娶了一个学识渊博的老婆，还有个乖巧的孙子，我们老2口可以享天伦之乐了。陆明朝发了他和沈秀安的合照，2人还搂着儿子沈学峰。下面的评论一片夸赞，说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我草草地看了2眼，索然无味。女儿和狗狗玩了一会儿，我揉着她的脑袋哄她去睡觉。明天我们就要上学去喽。女儿乐乐呵呵地扑进了我怀里，狗狗也从我的臂弯里钻了进来。我忍不住感叹，现在的日子过得可比在他们陆家幸福得多了。然而不久之后，婆婆公公急匆匆地找到了我。那会儿我正在用小零食帮瑶瑶教狗狗规矩，婆婆公公一进门就看见了这一幕。公公满脸疑惑，我就说你没个正形，离了明朝，躲在外面教个畜生，你说你图什么？我冷笑一声，狗都能学会的规矩，有些人却学不会。别的不说，至少我的狗不会偷吃。我一句话把公公噎得脸红脖子粗的，被我婆婆拉住，使了个眼色，去一旁生闷气。婆婆自己拉过一张椅子，坐在了我对面，看见我桌上摊开的书，有些惊讶地问：“小希，你准备考法考？你找到工作之后，孩子怎么办呢？瑶瑶总得有人带吧？”她翻了翻那书，我看你做了这么多笔记，你忙得过来带孩子吗？更何况现在你还养着狗，放在孩子身上的精力别被分散了呀。我没搭理他们2人，自顾自地教小狗技能。他俩在旁边干坐着，渐渐也感到了无趣。婆婆合上书本，一脸认真地跟我商量起来：“小希，我们这趟来是想接你回去，你整理一下，咱们一块儿回家怎么样？”我反问道：“你们忙着照顾你们新儿媳，来找我干什么？”一提沈秀安，婆婆公公就打开了话匣子。她深深叹了口气，开始跟我诉苦：“小希呀，我们承认那时候是我们眼拙看错了人，真是没想到沈秀安看起来贤良淑德，是个和蔼的老师，实际上跟她相处完全是另一码事。原来在我走的那天，沈秀安和婆婆的饭桌上郑重其事地保证，说她门路多，关系广，让婆婆放心把孙女上学的事交给她处理。结果左等右等，连邻居家的小朋友们都开学了，沈秀安那边还没动静。一追问，她就说正在办，可就是没个结果。最后婆婆发现，沈秀安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学校关系，相反，她之前因为作风问题，
早被学校开除了，哪儿还有什么人脉？说到这里，婆婆眼眶都红了。瑶瑶这会儿怎么不在家？她去上学了。我淡淡开口，婆婆愣了几秒，红着眼睛点点头，弄到入学名额就好。隔了一阵，婆婆长叹一口气，抹了一把眼泪，又继续说：明朝啊，出事了。这倒真让我好奇起来。陆明朝深爱沈秀安这么多年，现在好不容易嫁给了他，按理说该是甜甜蜜蜜的时候，怎么反而出问题了？公公给我讲起了事情原委。他说，陆明朝和沈秀安结婚后，沈秀安就变成了甩手掌柜，家务活一概不管。沈秀安整天躺在沙发上看看电视，还带着儿子一起使唤陆明朝。以前陆明朝一周去帮着做几天家务，沈秀安还算收敛。可现在结了婚，沈秀安简直是不拿陆明朝当回事了。他不仅从不沾手家务，还特别挑刺。地上但凡发现一根头发丝，他都能数落陆明朝2个钟头。陆明朝被他骂得整天愁眉苦脸，再也没心思拿起相机拍摄。要说陆明朝这2个月来心里没点波澜，那自然是不可能的。近距离和白月光相处后才发现，这哪里是白月光，分明就是范年子。而真正让他崩溃的是，沈秀安的前夫找上了门。起初陆明朝还想拿出当家做主的模样面对前夫，没想到越听越绷不住了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。原来沈秀安和前夫康维不久前才离了婚，由于康维的工作问题，出差时间很长，每次回家也就只能待1-2天。沈秀安就趁着康维出差的时候，把陆明朝叫过去照顾他们娘俩。陆明朝竟然一直都没发现，以为沈秀安是单身。我听到这里差点笑出声。不得不说，陆明朝和沈秀安渣男贱女真的是绝配。康维前一次出差回来，沈秀安就拿出一张离婚协议让他签。当时他还以为是自己陪妻子儿子的时间太少了，最终带着愧疚签了离婚协议。为了补偿他们娘俩，分割财产的时候只要走了家里的车。直到沈秀安和陆明朝结婚，康维才知道沈秀安离婚是为了要陆明朝的那套学区房。陆明朝傻了，那儿子究竟是不是他的？康维冷笑，儿子自然是我的，你不能当了第三者抢我老婆，还要连我儿子也抢走吧？陆明朝听得火冒三丈，又一时半会儿拿不出证据证明沈学峰是他的儿子，只能吃了哑巴亏。他想让沈秀安出来证明儿子是他的，沈秀安非但没帮他，还一抹眼泪反扣帽子。你难道是因为孩子才爱我的吗？你娶我只是因为想要个儿子？这段话彻底击碎了陆明朝心底对沈秀安残存的白月光印象。再看康维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和他打了一架，俩人结果都在局子里蹲了几天，这是最后搞得沸沸扬扬的。邻居七嘴八舌把事情传开了，一来二去竟然传到了陆明朝的公司里。公司董事长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，宁愿给他 N+1也要把他给开除了。这件事还被传上了网。昔日陆明宇那些摄影粉丝得知他是个这样的人，纷纷来他社交账号下开骂。陆明朝一时之间四面楚歌，整日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。婆婆看在眼里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最终想到了我。她叹了口气，对我说：明朝现在知道错了，这次来接你也是他的想法。他说他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我听着就笑了笑，干脆利落地拒绝了婆婆的邀请，说着知道错了，却是让自己的父母来出面求情。
自己躲在后面做缩头乌龟。更何况我清楚，她也不是真的意识到自己的错，只是希望我重新回去照顾她罢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婆婆再次打来电话，她告诉我陆明朝和沈秀安离婚了，和孩子做了亲子鉴定，发现孩子真的是康维的。现在陆明朝得了重病，唯一的心愿就是我能回去看看他。我还是果断地拒绝了，我8年的光阴都耽搁在他身上，现在我不愿意再将一丝一毫的心思花在他身上。婆婆坚持不懈地每天都给我打来电话，说陆明朝身体状况的每况愈下。最终我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，我答应了陆明朝视频通话的要求，但限时5分钟。视频里，陆明朝身穿病号服，虚弱地躺在床上，身形变得格外消瘦，他憔悴了不少，曾经艺术家的风范已经荡然无存。当他看见我接起视频的一瞬间，眼睛突然亮了。小溪，你终于肯见我了，知道吗？你离开后我才恍然大悟，这么多年来，你对我的好竟然都被我忽视了。我一门心思去追求白月光，却把你忘在了脑后。我说和沈秀安结婚有赌气成分，你会信吗？做这一切，只为让你看见，让你懊悔，让你明白放弃我是多大的错误。结果，真正犯傻的人却是我自己。陆明朝一边说着，一边眼眶红了。我只是静静听着，没有回话。我妈说，你在外面租了房，还养了小狗，瑶瑶也成功入学了。小溪，你真的很能干。我妈说你还在准备法考，要不是我以前让你做家庭主妇，你现在应该是一个出色的律师了吧？我以前还经常贬低你，嘲笑你，我欠你一句道歉，对不起，小溪。这么多年，我都还没拍过你，你可以让我拍一次吗？她费力坐起，示意婆婆把相机拿给她，我却始终盯着屏幕上方的时间。等陆明朝调整好相机参数的时候，时间已经到了。陆明朝，时间到，保重。陆明朝僵硬了1秒，终于明白，我已经彻底将他放下。这个曾经把他看得最重要的人，已经被他亲手推开，渐行渐远。最终，陆明朝张了张嘴，勉为其难地寄出了一句：“好吧，保重。”通话结束了，我和陆明朝的一切也就结束了。半年后，我过了法考，成功进入一家律所，成为一名合格的律师。女儿瑶瑶在国际小学里成绩十分优异，没有人因为她缺少一个父亲笑话她。现在我们母女俩和一只小狗共同面对广阔的未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